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式音响的 YouTube Channel。那在之前这个 Sony 新款 Soundbar 88以及89的开箱影片中，我们讲说之后我们会录制一集教大家如何去挑选 Sony 他们家2024年的系列 Soundbar 产品哦。那可以目前看到，在我们正前方有一个这个 Sony 他们家算是体积最迷你，然后价位带最入门的 Sony S2000 Soundbar。那其实今天我是想要把所有的包含 A3000、88、89、A9M2 都摆到桌上来做拍摄，但因为那样子画面就太满，所以我们就以这个 Sony S2000 来当做整个 Sony 系列 Soundbar 的一个开端哦。好，那在开始之前，其实有些观众朋友你可能之前没有了解过 Sony 的Soundbar 系列产品，所以我们先做一个快速的开头解释一下。今年 Soundbar 所有的Soundbar 产品呢，它是以Soundbar 本体来做等级的分别，那在配件的部分它全部都是共用的，所以从最低阶到最高阶呢，分别是最入门的这个 S2000， 接着是 A3000 2万块的级别，那接着来到3万块级别就是这个88，那4万块级别是89，那接着就是所谓的 A9M2 这个7万多块的4件式的环绕组。那在配件的部分呢，总共后环绕部分有2个。一个是入门款的这个 RS3S， 以及呢有多了天空声道以及可充电电池的这个 RS5。那重低音的部分也有2个配件，分别是这个200瓦输出的 SW3， 以及呢300瓦输出的 SW5。然后这个就构建成今年 Soundbar 他们系列的一个所有的产品了。好，那在开始这个 Soundbar 的选购指南或建议之前呢，我觉得所有的消费者，你今天当然你不管是选购 Sony 的 Soundbar， 你是选购任何品牌的 Soundbar， 我觉得你都要先对2件事情你有掌握，或你有一些初步的想法，那就是所谓的这个空间跟预算。那为什么会这么讲呢？因为其实你在购买一些产品之前，你要光从这个它的一些规格上，你要去感受它的音色是比较难的。就你很难，假如说我今天看了一个 Sony 的官网，哇，我觉得这个88的规格好像很不错，应该很好听哦，那我要买88，就这样子做也是比较没有依据的。但是你的空间跟你的预算，这个是你能提前掌握得到的。那空间我觉得这就很多啦，像假如说有的观众朋友或有的消费者，他电视是要去做桌放的，那你电视桌放的时候，你要想哦，你75寸的电视跟55寸的电视，它的桌放脚架中间的宽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假如说你今天是买一个55寸的电视，那你想要把 Soundbar 摆在你的电视的正中间，你就要考虑说你的 Soundbar 的宽度会不会在这个桌放脚架的范围之内。第二个，你要考虑高度，就是你 Soundbar 放进去了，那你 Soundbar 会不会很高，会不会挡到你的电视？那这都是要去做考虑的嘛。那空间还有第2个部分就是所谓的后环绕。那后环绕当然也还有分说，假如说你后面是可以插电的，那你就基本上所有的品牌的后环绕你都可以接。你后面假如说是不能插电的，那你只能用所谓的充电式的后环绕，所以你的选择相对来讲就会限缩很多了这样子。然后在想要不要摆后环绕之前呢，我都非常建议大家就是你去找一个你最近可以试听 Soundbar 的一个地点，然后呢你都先去听听看，就是在你的预算带内或者在你预算带上面一些的有这个后环绕的机种。因为其实我遇过很多的一个消费者，他们在买 Soundbar 的时候，也许他进来就说，我今天想要买 Soundbar， 但是因为我的空间的关系，所以我不想要买后环绕的 Soundbar。那因为我觉得单支的 Soundbar 也许就有这个虚拟环绕，也许就有各种的环绕的技术，所以这个后环绕也许就可以不需要。那我觉得其实这都是大家因为你没体验过产品，所以有时候你的一些想法可能会就是都会靠想象来弥补这一些事情。那所以我跟大家讲说，有时候你也不要先去想说你要不要后环绕，你先去听，你听完有后环绕这个表现是你喜欢的，那你接着再去做所谓的一个空间的规划。那假如说你真的听完觉得你没有后环绕无所谓，那你不去摆后环绕，那你的空间就可以省下来这样子。好，那当然你要摆后环绕，接着你要看说你的后环绕的大小，因为像有的人他沙发2侧的空间可以用脚架、用立架，或者还有边桌，它的放的后环绕就可以不同的大小，那你再选择你对应的产品。那预算这个事情呢，其实它就比较残酷了，就是你今天当然 Sony 的S2000配一个 RS3S 来配 SW3， 它听起来就是没有 A9M2 搭配 SW3 好听，但是它的
价位也差了2倍多嘛，这样。但是呢，我觉得当然我们看这个接下来建议，我们还是尽量在预算带内去挑选一个比较合理的组合。就今天假如说你说我SW5 搭配 RS3S 搭配 S2000 这样的一个组合，可能对我来讲，我就觉得这样搭配其实不是很有一个性价比这样。好，所以接着就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就今年的 Sony Soundbar 要怎么去做选择。如果你的后方是可以插电的话，其实你 RS3S 跟 RS5 都是可以放的。但如果你后方是没有电源插孔的话，其实你就只有剩下这个充电式的 RS5 可以选择。那在Soundbar的体积大小跟长度方面，我觉得今年唯一尺寸比较大，基本上就只有 Bar 9，然后剩下的 Bar 8、A3000 跟这个 S2000，摆放上大概都不会是成为你一个很大的问题。好，那 A9N2 的话，我觉得相对来讲，它比较注意就是说，首先它的4颗喇叭，就它4件式环绕组嘛，它的4颗环绕喇叭都是要吃电源的，就是它这个电源是接机身端的话是一个8字的电源线，那接到那个你的插座端的话就是一个110伏的标准的2孔的接孔这样子。那包含它的一个小黑盒控制盒，这也是要吃1个电的，所以总共要吃5个电。那包括如果你还要再买一个无线重低音的话，总共就要吃6个电源插孔的这样子。那如果你的A9N2 的前方这个喇叭要壁挂的话，你就要特别想一下说你这个前方的壁挂喇叭它的电源要怎么接了这样。因为如果你挂在电视两侧的话，你一般你是不会把电源孔往下接到电视柜的，因为你这样的走线就会非常的丑，所以你一定要是走到电视后方的电源去做共用。所以你在也许你的水电在做装潢初步的这个电源孔的时候，这个就要特别提醒一下这样子。好，那接着呢就是来讲说空间部分讲完了嘛，那接着就要再讲预算的搭配，我觉得这个就非常重要。其实今年我觉得选择非常简单，我觉得价位就分成几种，一个就是1-2万，那接着可能就是4-5-6万这个区间，那接着最后就是7-8万以上。那在1-2万的这个区间，其实我建议大家就是Sony 的 S2000 或 A3000 去做单支型的一个使用。为什么呢？坦白说，我觉得首先我觉得 RS3S 这个环绕，它的环绕的感觉的音量，在这2个算是入门的产品上，就算真的偏小。其实它就算跟 Bar 8、Bar 9接，我觉得 RS3S 音量也偏小。然后音色我也觉得就算是一个妥协的产品，所以对就是入门价位的一个消费者来讲，你看 RS3S 还是1万出头的价位嘛，我就叠上去就没有很推荐。如果 A3000 再加 RS3S， 其实也是3万块。所以入门的产品，我觉得我们要把握一个精神或精髓，就是简单，然后好使用、方便使用。那就是一个入门产品的最重要的精神。那 S2000 跟 A3000 这2个差距在哪里？简单来讲，从操作上来讲，A3000 它支援了 WiFi， 支援了 AirPlay， 所以如果你是 iPhone 的这个观众朋友，你播音乐的话，你会比较方便。音色当然它比 S2000 贵，所以 A3000 音色好一些。但我觉得我个人比较偏好说，如果你是简单用，就真的是 Sony 的 S2000 就足够了这样子。好，那接着4-5-6万，我觉得就有一些分歧了。首先呢，如果你是真的很喜欢简洁的观众朋友，你就想要一支Soundbar就简单搞定的话，那你就当然Bar 8、Bar 9嘛。那如果这2支要选一支的话，我就建议大家就选Bar 9，因为本身它的Bar 9的低音还是比Bar 8好的，然后它的环绕感也比Bar 8好。那自然你只摆一支的话，我就建议不要省这个差距的1万块钱的差价这样子。好，那接着就是说，如果你要摆环绕组合，但是你的预算又有一点受限，因为假如说你Bar 8去加 RS5， Bar 8加 RS5 去加重低音跟Bar 9加 RS5， 这可能是差一点点的嘛。那这样要怎么去做一个取舍呢？其实当然在上一期的节目里面，我都会跟大家讲说，我自己私心的认为的话，我是会推荐Bar 9去加 RS5 啦。但是以目前一个我后来想一想，因为你知道为什么有时候我会这样推荐？我后来想一想也不太对，因为像我自己可能听过了很多重低音的喇叭，所以对我来讲，重低音的感受已经是很麻木的。就对我来讲，也许环绕的感受是比较刺激的。
但也许有的观众朋友他们也真的一辈子都没有听过这种就是很重的低音，所以我会这么建议，如果你对低音还是没有体验过的观众朋友，也许88加 SW3 加 RS5 会是你这个价位带里面算是一个比较有 CP 值跟体验兼具的组合哦。那如果你觉得重低音对你来讲，就是也许你体验过汽车音响，或你体验过那种蓝牙喇叭很重的低音，重低音对你来讲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的话，那我觉得89加 RS5 它能满足你一个也许是环绕音乐，然后跟一个基本低音的需求这样子。那今天你会问我说，如果这个系列88、89加 RS5 再加SW5 会推荐吗？其实这整个系列我都不太会推荐到SW5，一方面是因为 CP 值的关系，那第二方面是因为89它如果加上 RS5 再加上 SW5， 它其实整体的价位跟这个 A9M2 加 SW3 已经没有差到很多，当然有差，但是没有差到很多。那我觉得如果你是这样高预算的观众朋友，你应该还是要朝一个 A9M2 的这个去做迈进哦，这样子。那接着有人问说，那如果88、89去搭配这个 RS3S 推荐吗？基本上我觉得RS3S 它的音色真的是就比较薄，所以真的因为我本人来讲，我就真的不太推荐大家去配 RS3S。那当然你说 RS3S 这个产品那么难听，那到底它有没有一个生存的必要？这个后面晚一些时刻我们再开箱另外一款产品，为大家讲说 RS3S 它到底一个生存的意义在哪里哦，这样子。好，那就最后讲到说这个 A9M2 嘛，那 A9M2 当然它是最贵的，所以它选择的时候大家一定预算上是你都可以到这个，所以就不会有问题这样。其实很多人好奇的是说A9M2 跟 BAR9 它这个完整组合到底要怎么样去做一个选择，因为很多人都很 care 说 A9M2 他们没有一个中置的声道，所以他听的时候会感觉人声很薄弱这样子。但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说，其实以 A9M2 这款产品来讲，如果你听的时候有一个距离也许2.5米以上3米甚至更远，那其实你不太会听得出来就是它的中间的人声是有分左右两边的。怎么讲？就是它一样会让你觉得，人声是从正前方去做讲话的。那我觉得 A9M2 跟这个 BAR9 它们最大的差异其实是在后环绕，因为 BAR9 它的后环绕是 RS5， 那 A9M2 当然就是它本体的一个环绕喇叭的结构嘛。那所以你在看电影的时候，这个 RS5 的厚度它跟这个 A9M2 还是有区别，所以你用BAR9也许听音乐的时候，你觉得还不错这样，但你在看电影的时候，你会觉得后方的音色它比较薄，就是相对来讲有点头重脚轻嘛，就是前重后轻，你会感觉这样。就算它今年的这个 RS5 配 BAR9 是可以把后环绕开到很大声的，但你会觉得大声归大声，但是它的厚实度还是不如 A9M2。所以其实如果今年你有预算，真正有预算的客人，我还是建议说你就是配 A9M2 再加 SW3。或配 SW5， 好，那你会说这个如果到旗舰的组合 SW3 或 SW5 要怎么去选？我觉得其实就真的是看你对于一个低音的需求。当然，绝大多数的客人，我觉得 SW3 就足够了。但我通常都会播一首比较电子的音乐，我就会用 SW3 播一下，我就会跟客人讲说，你听到这个重低音，你有没有想要让它更强大、更有冲击力的想法？如果你觉得你怕吵到邻居，或者你觉得这样就够了，那就是 SW3。但如果你听了那种电子的音乐，你觉得你还想要听到更深层的低音，那你就适合再买更大号的这个 SW5 了。所以今年呢，其实我觉得总结来讲就是，Sony 他们系列Soundbar产品的分类挑选都非常简单，就是你要简单使用，你要单支的话，你要便宜的话，其实 S2000 跟 A3000 甚至是 S2000 就可以了。那如果你要一整组的话，那大概就是88加 RS5 再加 SW3。或是 BAR9 加 RS5， 那如果你要最旗舰的享受，其实是 A9M2 去加 SW3 或 SW5。所以我觉得今年选择来讲，像之前的价位带，其实 A91代跟这个 A7000就价位带重合度很高，所以大家有时候选也不知道怎么选。但今年的话，我觉得各个产品的价位带，然后音色也都拉得更开了，所以选起来的话，应该是更好挑选的。所以呢，最后就是跟大家讲说，如果还有任何问题的话，
可以到我们的官方 LINE 私讯做询问。然后建议大家还是要到现场直接听一下这个音响它现场的效果啦。那我是 Alan，这次节目到这边，我们下次见喽，拜拜。